乔治·凯南被任命为政策规划室首任主任，正式成为国务卿核心智囊。随后，马歇尔主导国务院制定了 SWNCC 384号文件，决定不再对日本去工业化，转而将其变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代理人。384号决议通过之后，48年初就要求麦克阿瑟执行这个协议。但是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阿瑟的履历啊，他这辈子其实没打过什么胜仗，而最憋屈的这个败仗就是被小鬼子打的。当年3月，阿瑟离开菲律宾，败走澳大利亚；4月就发生了极端恶劣的日本虐待美国战俘的巴丹死亡行军事件。他这个总司令总是要给自己枉死的兄弟们争一口气的嘛，所以一直就拖滞着执行。是凯南亲自在48年3月到东京说服的麦克阿瑟执行这个命令的，从此才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经济重建优先原则，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帮助日本恢复工业能力，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商品市场与原材料供应地，保留天皇制度，适度去军国主义，确保日本政治稳定，以便于美国长期控制。而与此同时，美国对蒋家的态度也从扶持和力保转为了将某岛变成地缘战略棋子的这样的部署，核心逻辑就是把我们围在这个栅栏里，隔离于美国的全球化之外，免得我们会构成战略威胁。那么美国在东南亚这个栅栏啊，也是稳准狠的快速布局。前面提到马歇尔47年初回国，3月就签订了美菲军事基地协定，获得了23处军事设施的99年的使用权，将菲律宾打造为南翼的核心节点。那随后48年扩大对菲律宾、泰国的经济援助，重点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开发，确保美国对橡胶、锡、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优先获取权，同时支持泰国栾皮问政府、菲律宾罗哈斯政府等亲美政权，打压当地的华人政治力量，以民族主义的外衣包裹其想要全方位斩断东南亚与我们上千年的血脉政治和经济的联系的这个野心。泰国曾经1/3都是潮汕人，泰国王室历代都有华人的血统，现在泰语和潮汕话都有很多相通之处。菲律宾小马克思家族就是2个华裔家族的后代，这里面还有段姨父子和便宜爹的故事，大家可以自行查找，我就不引申了。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实际上马歇尔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笼子啊，可以说已经是越扎越紧了。待到朝鲜战场上美军开始吃瘪之后，马歇尔又以国防部长的身份继续自己的围堵战略。当年打过3·8线，不能完全说是麦克阿瑟自己的主意。当时马歇尔给阿瑟发了一封被称为空白支票的授权电报，表示如果敌人不接受劝降，那么您可以调动部队搜索并消灭朝境内敌人的全部武装团体。于是就直接导致了咱家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这也就是主席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历史背景。那百拳其实已经沿着我国东南扎紧的篱笆摆开阵势了，咱当时这一拳要是没打开，那真的就是要被牢牢地锁在这个笼子里面，寸步难行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在东海保持的常态威慑，与海南自贸港对东盟合作的全面加深，其实就是彻底的对马歇尔当年布局的全面的突破。他们当年想要扶持的势力，我们要打，从日本右翼到绿营，迎头痛击。他们当年要斩断的联系，我们要接上。西方通过金融海啸抄底东南亚资产，其实冲击最大的就是那些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带动当地就业民生的本土利益派，而这些利益群体中很多都是华裔。反而是那些灰产不好被抄底，那些跟灰产紧密联系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家族就成了现在的主流。现在我们要搞南海一家亲，产业大联通，其实就是要恢复周边国家的正常产业生态，同时恢复千百年都未曾中断的血脉联系。当年抗日的时候，海外侨胞出钱出力出人出技术，这种联系是马歇尔和后来的美国国务卿们最惧怕的，也是如今我们以经济为基础，人文为纽带，军事为保障所要重塑的。这一圈看下来，卢比奥在任上除了叫的有点欢，其实实实在在的在扎篱笆这个国务卿必备技能上，他是一点也不会呀。那他本人未必是主观上想对我们友好，但是客观上确实也没继承啥先辈的遗志。吉娃娃嘛，只是比较吵闹，跟毒蛇比起来还是面目清秀可爱的。
其实无论是当年的马歇尔布局的战略围堵，还是当下我们的全面突围，如果大家仔细看，都有很强的时间窗口的限制，环环相扣，一子落错，满盘皆输。如果凯南没有拦住麦克阿瑟的怒火，如果我们没有在38线被跨越时果断突围，很多局势很可能会根本性的走向另一个平行宇宙。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色。80年前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大变局。一个此前从未踏足过中国的外交官，就足以深刻的影响决定美国对华战略的2位最重要的决策者基辛格和马歇尔。与其说凯南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不如说他刚好站在那个十字路口上，结果成了最关键的那个变量。其实如今我们也来到了自己的十字路口，而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有一套运行了几千年的战略智慧，就在此时此刻正在精确且分秒必争地完成属于我们的全球战略布局。从马歇尔当年依凯南构想布下的铁桶阵，到卢比奥徒有其表的政治表演，美国对华的围堵战略框架虽然延续了80多年，却始终挡不住历史的浩荡潮流。那些被蓄意斩断的血脉联系正在重建，那些被强行筑起的地缘藩篱正在瓦解。中国以军事威慑守住底线，以经济联通聚其合力，以文明智慧谋长远发展，既打破了被隔离于全球化之外的困局，更走出了一条不同于霸权逻辑的发展之路。可以说，百年变局之下，凯南们当年的战略焦虑终究化为了泡影，而中国带着数千年沉淀的生存智慧，正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坚定前行，于突围中重塑秩序，于变局中开创未来。这正是文明力量超越地缘博弈的最好的注脚。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